23号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在柬埔寨暹粒举行。此前一天，中美防长举行年内第2次会谈，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热议。柬埔寨首相洪森当天也表示，希望相关会谈有助地区与全球稳定。然而，就在这场东盟防长扩大会上，美俄发生了激烈争执。俄罗斯副防长福明痛批美国破坏亚太地区稳定。23号上午，来自东盟国家及其8个对话伙伴中美日韩、印、澳、新、俄8国防长或代表齐聚柬埔寨，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面对面讨论。柬埔寨首相洪森当天在会上表示，东盟防长扩大会在相互尊重、务实合作和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坦诚交换意见，在促进相互理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盟防长扩大会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通常在当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举办，这是该会议3年来首次线下举办。地区内的国防部长能够面对面的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对话，这还是非常重要的。柬埔寨的首相洪森突出了强调了地区的这个安全问题，同时呢，也呼吁各国呢应该就承担起责任来推动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来发挥作用。应该说大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共识，所以会议呢通过了一个联合声明，共同应对地区的传统的非传统的安全的挑战，所以呢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参会期间，中美防长举行年内第2次面对面会谈，为推动两军关系重回正轨做战略沟通。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美两军高层面对面沟通有助避免军事竞争走向失控。据柬埔寨金边邮报23号报道，柬埔寨首相洪森前一天在参加活动时表示，柬埔寨很荣幸举办如此高规格的重要会议，并强调吴哥之地已成为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场所。他希望中美防长会谈有助于地区和全球稳定。报道引述柬埔寨皇家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金平的话称，柬埔寨为超级大国之间接触提供了一个坦诚交流、澄清有关安全问题困惑的场地。还有国际关系学者对该报表示，中美防长会谈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被视为历史性会议，具体取决于美中关系走向何方，因此这对柬埔寨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华尔街日报》23号称，美中防长会晤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有助于避免印太军事竞争失控。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美双方在22号会谈后发布的新闻稿中都未提及会否恢复上述暂停的军事沟通机制。但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会上寻求重启多个与中方的军事对话和机制，以协助两国负责任地管控竞争。这次中美防长会晤也是具体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就相互之间维持一个稳定的这种相互连通的这么一种中美关系呢，应该说进行了一种具体的落实。所以说整体来说呢，这次的这个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应该说对于整体的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个状态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种积极的一个作用，至少让它降温，让它稳定下来。然而，在这次原本被外界期待能够管控分歧、促进团结的会议上，依然暗流涌动。日本时事通讯社称，23号当天的会议时间比计划超出1个半小时。美俄两国在会上就乌克兰问题发生激烈争吵。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在会上发言，直指美国正在全力破坏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破坏东盟周围的安全体系。俄塔社的报道指出，福明表示，美国采取的措施以及导致亚太地区正在发生的进程，与俄乌冲突进程极其相似。其中的惯用伎俩就包括与盟友持续就中国台湾及乌克兰周边局势发表政治化声明。日本 NHK 新闻网23号称，本次闭门会议的细节尚不清楚，但外交消息人士称，与会者讨论了俄乌冲突问题。美国等国显然批评了俄罗斯。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他在会议上呢，对美国及其他一些盟国的一些这种批评的言论呢，给予了公开的直接的反驳。而且他有针对性的突出强调说美国挑动美国的盟国来对抗中国，而导致亚太地区局势的紧张，某种程度上也是把那种在乌克兰所挑起的这种紧张对抗和这个冲突的状态呢，可能再想把它引到亚太地区来。所以俄罗斯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提醒亚太国家要警惕美国的这种作用。
有观察认为，近期半岛局势持续升温，就是美国从中作梗，试图破坏亚太地区局势稳定的又一例证。对朝鲜来看，因为它本来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如果韩国、美国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的话，一定会让朝鲜造成非常大的经济困难。所以这做法呢，确实也给朝鲜感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这种巨大的安全的威胁。